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镜中那张熟悉的脸，突然怀疑那真的是你吗？或者在老旧仓库的阴影中，无意间碰到某样不该存在的东西，接着每天凌晨2点，总会有人轻轻敲你家的门。又或者有一段楼梯，你明明记得只有14阶，却在夜深人静时数到了第15步。今晚我要带你走进3段被时间遗忘的禁忌传说。这些故事并不知名，也没有在什么论坛或节目上被广泛讨论，但它们的真实性比你想象的还要更进一步。一栋贴满镜子的房子，一个用黄布与红线封印的娃娃，一段数错就永远回不了头的阶梯。这些不是故事的开头，而是诅咒的延续。记得不要对镜子久看，不要随便打开封住的东西，也不要乱数楼梯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我很少主动谈那晚发生的事，不是因为忘了，而是因为每次回想起来，我总觉得自己正在一点一滴地被拉回那栋诡异的屋子。但你既然问了，而且你那副都市传说都是唬人的表情让我有点不爽，那我就讲给你听。这件事发生在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在京都念书，大概是10月初，天气刚转凉，晚上喝点小酒很舒服，特别适合跑去做点蠢事。我们3个人，我、拓野和笃志，晚上聚在我们学校附近一家小酒馆，喝到11点左右，话题就扯到最近流传的一个都市传说。拓野那家伙说他听过进屋的事，据说那是一栋被遗弃的老日式木屋，屋子里外都贴满镜子，连天花板和地板也不例外。最诡异的是，每个走进去的人照镜子时都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但有时那影子会不太一样。我记得笃志当时就说，是不是你喝醉了在那胡扯？但拓也信誓旦旦地说这是真的，还说这屋子就在市郊的山边林道尽头，骑车20分钟就到。说实话，我那晚喝的有点多，加上我本来对这种怪谈就很有兴趣，就跟着说了句，那现在去2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。笃志一开始还说算了，但他酒量差，脸红脖子粗的也就点了头。我们仨就这么决定了，一起去找那间传说中的禁屋。我们骑了2辆摩托车往北开，那段山路我以前从没有去过，路越走越窄，最后甚至连路灯都不见了，只剩我们的车灯照亮两旁的杂草和树影。到了最后，我们必须停下车，用手电筒徒步穿过一段树林。大概走了10几分钟，我们看见它了。那栋禁屋藏在树木与藤蔓之中，轮廓模糊，看起来像是一块失败被遗忘的拼图，卡在现实与某个不能言说的空间里。屋子外观是旧式的木造建筑，屋檐破败，墙上长满青苔。但最显眼的是那些镜子，几乎每一面墙、每一扇窗户上都贴了一面镜子，大小不一，有些裂了，有些泛黄，但每一面都能映出我们站在外头的倒影。我记得那一刻，我的心跳加快了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兴奋。我们这种人，就是那种看到禁忌就忍不住想揭开它的人。屋子的门没有上锁，只是用一根生锈的铁链圈了一圈，拓也拉了2下就把它扯开了。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整栋屋子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，连地板的吱嘎声都被压得异常沉闷。进门后，我马上就注意到屋内的镜子比外头更多，整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，镜子贴得密密麻麻，镜框上全是浮雕花纹，有些像是明治时代的设计，古老却精致的不寻常。我们3人照着手电筒到处探照，说说笑笑，但很快那种兴奋的情绪消散了，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，镜子里的倒影好像动得不太一样，不是夸张的那种你摸动倒影却动了的电视剧桥段，而是那种极为细微的不同，
比如说，我们三人走进一间房间时，镜子里的排列方式和我们的站位略有出入；又或者，我转头看赌志时，他的倒影比他慢了半秒才转头。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？像是在照一面有自己意识的镜子，而那面镜子正在学着怎么变成你。当时的我已经开始冒冷汗，但我还告诉自己，也许只是镜面不平，光线角度导致的时差。我们走上2楼时，空气骤然变冷，楼梯边的镜子泛着一层白雾，仿佛是从里面渗出来的寒气。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但都停下了脚步。就是在那时，我看到他了。他站在2楼走廊尽头，身穿旧式和服，头发垂下遮住脸，双手垂在身侧，一动不动。他不是我们3人之一，镜子里也没有其他人。我用手电往那边照去，什么都没有。可当我再看向镜子，那女人还在。这次她微微抬起头，她的脸没有五官，或者该说有，但都被封住了。眼睛的位置是一层层的缝线交错缠绕，鼻子和嘴也一样，像是被硬生生缝上去的麻布包裹。只有皮肤苍白而光滑，宛如陶瓷娃娃。那一瞬间，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我转头大喊跑，但我甚至不确定我有没有发出声音，因为耳边嗡的一声，一切变得遥远又沉重。我们冲下楼，踩在镜子铺成的地板上，我看见自己的倒影，脚步凌乱，脸色扭曲，而镜子里那女人正从楼上一步步走下来。可当我回头看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冲出屋子，跑进森林，直到回到摩托车旁，才敢稍微停下来喘气。那晚我们谁也没说话。骑车回去的时候，3人脸色都像死过一样。本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，但噩梦才刚开始。隔天早上，我照镜子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脸有些不一样，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，就是那种不是自己的感觉。我的眼神看起来不像我自己了。当天下午，我打给拓野，他的手机没有人接。晚上我收到消息，他死了。警方说他在宿舍浴室自杀，用剃刀划开手腕，写在墙上涂出几个字：别照镜子。赌志则直接失踪了。他的房间里留着一面摔碎的镜子，玻璃裂缝延伸出诡异的线条，像某种诡异图案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图案和进屋墙上的某面镜子框纹一模一样。我开始发现我身边的镜子有异样，不是镜子坏了，而是里面的人不是我。每天早上我刷牙的时候，都能感觉那个影子在模仿我，但动作总是慢半拍。我试着砸掉所有镜子，家里一面都不留，但我还是能在水槽反光的水面、手机黑屏，甚至别人眼中看见那个不是我的我。现在我根本不敢照镜子了，我连手机前镜头都封起来。我怕有一天我会看到那女人再次出现，在我背后，在我肩上，或者在我的脸上。我不知道她是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间屋子会变成那样，但我知道我们3人之中只有我还在这里。可是你能保证你现在看着的这张脸就是我吗？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是不是看了一眼电梯的镜子？你有注意你倒影的眼神和你自己一样吗？如果哪天你开始觉得镜子里的那个人正在等你做错一个动作，那就是他来找你了。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奉劝的，只有一句话：不要再靠近那栋镜屋，也不要相信你照到的每一面镜子。有些东西你看了一次就会被它记住，它会一直看着你，直到它成为你连自己是谁都分不清的那天。你知道山形县吗？那是一个雪深山冷的地方，四季分明，人烟稀少，山路一走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我曾在那里的一间温泉旅馆打过工，一份说起来平凡无奇的暑期打工，但也正是那个夏天，我碰见了一件至今都不敢细想的事情。
这件事说起来已经很多年了，但它总在我脑中以某种顽强的方式停留着，像是那个地方从来不曾真正放过我。你要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好，那你听好了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如果你胆子小，或者对这世界还有什么信念，最好听到一半就停下来。那是一个我以为再平凡不过的打工机会。旅馆的名字我不打算提，反正也已经关了，地址也早被涂掉，连 Google 地图都找不到。但当时我接到工作时，它还正常运作着，只是位置特别偏远，得搭2次车，再走上一段满是青苔与石阶的山路才能抵达。整间旅馆是典型的日式木造建筑，2层楼，房间数不多，客人也不常来，大多是熟客，有些甚至是几十年来每年固定光顾的老夫妻。旅馆后方是一片浓密森林，沿着建筑的背面有一间小巧破败的木仓库，门口长满杂草，木门几乎贴着地。从我第一天进去开始，老板娘就叮嘱过我一句话：晚上10点以后，别靠近后面那间仓库，也别去动里面的东西。她是个老女人，声音低沉，眼神冷冽，说话时总给我一种仿佛她知道些什么，却不打算告诉我的感觉。当时我只当是老一辈的人信什么风水禁忌，点头应着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最初几天我过得还算顺利，工作内容也就那样，打扫房间，替客人准备浴衣，早上帮忙端早餐，傍晚打扫温泉池。只是每天到了夜深人静时，我总会听到从后方传来一点点奇怪的声音，那种声音不大，像布料摩擦地面，慢慢拖行，偶尔还会夹杂着咯吱声，像木偶转头时关节被扭动的声音。我一开始告诉自己是老鼠，是风，但某一晚我忍不住了。那天是周五，旅馆住满了4组客人，老板娘忙得不可开交，而我被排了夜班，要负责收拾男汤和检查各间房间的备品。凌晨1点，我确认完所有房间后，准备回房休息。走过旅馆后廊时，我又听见那个声音。那晚的声音比过去几晚都要明显，持续而缓慢，像什么东西正在地板上反复移动。我停在后门，心跳开始加速，脑中升起一个念头，也许我应该看看那间仓库里面到底有什么。我用备品式的钥匙打开了通往后院的木门，走进杂草丛生的小径。仓库的门是拉门式的，上头沾满了黑色霉点，庞福他早已忘记了被打开这回事。我费了好一番力气才把它拉开一个缝隙，一股浓烈的霉味与老布料腐烂的气味扑面而来。我拿起手电筒，把光线照进去，里面是一排排木架和堆积如山的杂物。最明显的是那些娃娃，不是1-2只，而是成堆的，大概有30-40只日本传统的厨人形，整齐地坐在木架上，每一只都穿着和服，有的面无表情，有的露着僵硬的笑容。他们的玻璃眼珠在我手电的光下闪着寒光，庞福随时会眨一下。但最让我难以移开目光的是放在最上层中央的那一个娃娃。它和其他的不同，整个身体被一块黄布包裹着，用红线一圈一圈地缚紧，从头到脚绑得密不透风。只有一撮黑色头发从布缝间探出来，像被人硬生生塞进布里，压住了什么不该动的东西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这就是老板娘要我别碰的东西。但你知道吗？人有时候最该怕的不是灵异，而是我只是看一下，应该不会怎样这种心态。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把它从架子上抱了下来，黄布冰冷潮湿，重量异常的轻，却又带着一种抵抗感，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正在死命抵抗我的碰触。我蹲下来，开始解开红线。第1圈没事，第2圈没事，第3圈时，我感觉手指被轻轻抓了一下。但我抬头四顾，仓库里只有那堆娃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。我的心跳开始加快，但好奇心依旧压过了恐惧。当我拆开最后1圈红线，把黄布摊开时，我看到了一张缩小的人脸。
是的，人脸没有任何玩偶会长成那样，那不是陶瓷的，不是塑胶的，而是像晒干的皮肤。一张女孩的脸被强行缩成巴掌大，眼睛闭着，嘴角还带着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微笑。她的眼皮在我眼前颤了2下，然后慢慢睁开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冲出那间仓库的，我只记得手电筒掉在地上，光线翻滚中，所有那些娃娃似乎全都动了，头转了过来，眼珠闪烁着异样的光。我冲进主屋，摔上门，回到自己房间，整晚蜷在被窝里，全身发抖。隔天一早，我告诉老板娘仓库门没有关好，她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问了一句：“你打开了什么东西？”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，但她莫再多说什么，只是叫我立刻收拾行李离开旅馆。我照做了，什么都没有说，甚至连薪水都不要了。但从那以后，我的生活变了。每天晚上2点，总会有敲门声，不急不缓，像孩子的手掌轻轻拍着门板。开始时我以为是幻觉，但声音越来越清楚，有时甚至能听到门后有脚步声来回踱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打开门，走廊空无一人，但地板上放着一团黄布，还有一截红线。自那天起，我每晚梦到同样的场景，那个被封住的娃娃站在仓库门口，低声说：“害我黄布，害我红线。”我试过搬家、换工作，甚至搬到了东京，住在24小时灯火通明的高楼里，但那敲门声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只要是晚上2点，无论我在哪，总会听见他来找我。我知道，这东西一旦被我打开，就不会再被原封回去。他会一直跟着我，直到我帮他找回失去的那部分，或者取而代之。你问我，这些是真的吗？我只能说，你若不信，试试深夜走进一间古老的仓库，看看最上面的那个被封住的娃娃。不过，记得，一旦你看到他睁开眼，就再也没有退路了。你听过第15街的传说吗？是在东京北区流传的一个怪事，说是那里有一段不起眼的石阶，在白天不过10几阶，一般人走来走去，根本没有人会特别注意。但只要你在午夜12点过后走那段楼梯，阶数就会多出1阶，变成15阶。别以为多1阶没什么，那不是什么建筑结构问题，那是一种邀请。这件事是发生在一个叫做向田浩平的年轻人身上，大学生，主修摄影，那年大概22岁。他对都市传说很有兴趣，常在网络上写些试胆实录之类的东西，标榜自己是理性挑战怪谈的年轻人。你知道的，就是那种自以为胆大的人，总喜欢拿自己来赌点什么。他从网友那里得知这个阶梯的传闻，说有人在半夜说到了第15阶后，整个人变得怪怪的，有人失踪，有人疯了，还有人回家后照镜子发现自己脸是反的。当时浩平一笑置之，还说哪有那么好运，让我碰上一个真正的灵异事件。结果他真的去了，选的是星期3的晚上，凌晨12点37分。他带了手机、相机和录音笔，还穿着防水外套，说是怕下雨镜头进水。他把所有东西都录了下来，至少在他消失之前，录音档还留在他的云端上。我听过那段录音，是他一个朋友事后找到的。他在音档里轻声念数字，一边走一边数，1、2、3。数到13阶的时候，他停了下来，还说这里应该只剩1阶了，然后他踩上第14阶。接着录音里突然有一段沉默，不是正常的安静，而是那种奇异的空气都停止流动的死寂。背景杂音消失了，虫鸣声消失了，连他鞋底摩擦石面的声音都断了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：“咦，还有1阶。”语气是迷惑的，不是惊恐。他继续数15，那声音比前面每个数字都小，
像是他自己也不确定那一步是不是真的存在。那之后，录音突然变得诡异。你听过一个人走在地面上的脚步声吗？那是一种有重量、有节奏、有方向感的声音。但录音里的脚步声开始变得飘忽，像是没有踩实地面，像是人浮在半空，每走一步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然后他的声音再没出现过。录音持续了22分钟，里头只有微弱的风声和持续的咯咯声，像是阶梯在自己动。他的朋友们后来报了警，说他失联，手机关机，讯号断线。警方根据讯号追到那段时间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。唯一的线索是在阶梯顶端的一处角落，发现一块湿润的脚印，是赤脚的一只脚。当时天气是深秋，晚上只有7度，谁会半夜光着脚走在石梯上？而且那脚印的位置不在石阶的正中央，而是横在楼梯的边角，仿佛是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踏出来。后来网络上就有人开始讨论了，有人说浩平其实是被阶梯的影子吞了。什么是阶梯的影子？那是人类从来不该踩上的那一步，是空间与空间之间错位的缝隙。还有人说那15阶不是多出来的，而是原本就有的，只是白天它藏起来了，只有在深夜，只有在某种人走过的时候它才会显现。但最恐怖的说法是这个，说那第15阶不是一块石头，而是一张脸，一张被踩了无数遍、磨平、嵌在阶梯里的脸。那是一个人的脸，被压进石阶里，张着嘴，露出牙齿。他静静地等待下一个倒霉鬼把脚放上来，只要你踩到了，他就会睁开眼，然后你就会掉进他的世界。也有人说那是一位高中女生的脸，她是旧公寓里死掉的幽灵，死前从公寓跳下来，头刚好砸在那段楼梯上，半张脸线进街面，她的灵魂卡在那里，一直在数人经过的脚步。只要你数错，她就会借你的位置，用你的脸走回这个世界。说得太悬了吧？可你以为这种事只是个故事？在浩平失踪后半年，有个女生也在那附近报案。她说自己的男友失常，开始自己一个人坐在家里楼梯数台阶，每晚数到15阶就开始笑，笑到自己吐血。警察介入后，那男的自称浩平，但身份证、照片、指纹全都对不上。他后来被送进精神病院，现在还关在关东某个设施里。唯一一件他重复说的话是，那阶梯下面是空的，我只是掉进去了。你如果不信，当然也可以自己去看看。那段时间现在还在，只不过越来越少人经过。白天你数不会有事，但记得千万别在深夜12点后回头数那段楼梯，因为一旦你数到15阶，他就会听见。他的脸会从阶梯缝隙里浮出来，眼睛会打开，然后你的脚下就再也没有地面了，只剩下下坠与某个陌生世界的寂静欢迎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别说，不管你有多好奇，别说，因为这种东西你一旦开始就会一直记得，会想再数一次，想确认自己到底看错了没有。可记住，这不是你数错了，是你本来就该被那第15阶记住。喜欢这些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部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